兜兜转转，毫无准备的多罗西又见到了前夫罗伊，被胁迫着办理出院手续。女人求助无门，这里是罗伊的地盘，他掌握着每个人的弱点，眼看就要被抓走。忽然，警察法尔押着受伤的闹事者前来就医。他一看到多罗西和罗伊在一起，就预感到不妙，上前询问是否需要自己帮忙。多罗西犹豫着，他当然需要帮助，可是法尔势单力薄，只怕救不了自己，还会把命搭进来。这时，盖特带着2个手下进了门，盖特直接就向法尔挑衅。多罗西连忙解围，用自己交换法尔的平安。看着多罗西被带走，法尔急忙拨通了英迪拉的电话。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我们继续讲《冰雪暴》第5季的第8集和第9集。我们先讲剧情。多罗西被关进了一个四面透风的木板房里，用铁链锁着。他绝望地哀求罗伊放了自己，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的女儿和爱人，以及幸福而简单的生活，希望以此换取罗伊的恻隐之心。可罗伊不耐烦地打断他，告诉他现在的局面都是女人自己造成的，他违背了结婚誓言，辜负了琳达的信任，总之都是女人的错。多罗西忍无可忍地站起来，告诉罗伊，自己当时只是一个被蒙骗的未成年少女，而现在自己一定会亲手宰了她。这时，罗伊的现任妻子民兵队长的女儿按罗伊的要求带来了一些简单的床和家具。她看见多罗西后没有任何的怜悯，反而如同帮凶一样甩了多罗西一耳光，一脸鄙视地扭头离去。在所有人都走后，多罗西拆下了弹簧床上的一段铁条，开始撬脚上的铁链，准备逃跑。罗伊匆匆离开，是为了带着妻女去自己的竞选拉票会。可他没想到的是，台上已经站着3个跟他名字一模一样的候选人。这是丹尼斯提前找好的捣乱者，现场几乎变成了一出滑稽剧，台下不断发出哄笑。当主持人开始提问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询问罗伊，为何本县要花费50万美金购买战备武器？难道本县的治安案件需要出动坦克才能解决？台下笑疯了。罗伊尴尬得完全无法继续，他大声呼唤着自己人，却没有人应声。他匆忙下台，带着妻女离开，却被3个同名的罗伊拦住。于是宣传拉票现场成了一场混战，一直在冷眼旁观的丹尼斯满意地拉开门离去。多罗西终于弄断了一只脚的铁链，但门外的动静让他停了手。盖特来到小木屋，他对多罗西有一些同病相怜的感情。他问多罗西跟警察都说了些什么。多罗西表示自己什么都没说，自己之所以守口如瓶都是因为盖特把这些事儿做得漏洞百出。然后多罗西忽然话锋一转，告诉盖特自己见了他的母亲琳达，琳达很好，当初丢下儿子离开是迫不得已，如果盖特愿意放了自己可以带他一起去找琳达。盖特含着眼泪甩开多罗西的手，他不相信多罗西说的。多罗西冷漠地告诉他，罗伊家每一代长子都名叫罗伊，为何盖特明明是长子却不能叫这个名字？因为他从一出生就不讨父亲喜欢，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打算把名字留给他。内心受伤的盖特怀恨多罗西说出真相，伤心愤怒地驾车离开。他刚走到农场门口就被法尔的车堵住了，法尔要求见多罗西，盖特嚣张地拔枪威胁法尔离开，否则自己就不客气了。法尔只能开车离开。在加油站，他遇到了律师丹尼斯，他赶紧把多罗西被罗伊囚禁的消息告诉了丹尼斯。罗伊在竞选现场吃了鳖回到家，妻子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说都是多罗西的错，因为他的出现打乱了所有的事儿，火上浇油一般。罗伊把所有的愤怒都倾泻在多罗西身上，虽然女人奋起反抗，但无奈根本不是对手。就在罗伊滥用私刑的时候，丹尼斯找上门来。罗伊警告女人，如果再打什么鬼主意，就会被埋在琳达的身边。丹尼斯并没有把自己只身来救多罗西的事儿告诉洛琳。
多罗西砸碎了玻璃，大声求救，他希望丹尼斯能救自己。可怒火中烧的罗伊根本不想谈判，他只想泄愤。看着丹尼斯亲自送上门来，还试图利用竞选来交换多罗西，已经疯狂的他拿出一把沙漠之鹰，把丹尼斯打成了肉泥。多罗西看着窗外的风车，那正是梦境中找到琳达明信片的地方。同一个地方，丹尼斯的尸体被丢进了风车下的坑洞里，并撒上了石灰盖了起来，这让多罗西陷入绝望之中。赶走了法尔的盖特独自驾车前行，车后座冒出了一个熟悉的发型。She bothers no one. You killed her. No. Quiet. Wait! Oh, please! 蘑菇头绑架了他，挖掉了他的眼睛。多罗西拼命地想尽各种办法脱困，寻找身边所有可以利用的物品。弄坏了一块地板后，他似乎想到了一个办法。罗伊知道自己这次当选一定是失败了，目前的形势非常被动，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一旦失势就会面临被清算的后果。而且儿子盖特也联系不上，被不安包围的他马上安排手下武装集结起来。至于多罗西，罗伊决定把他和琳达埋在一起。当执行者开门进屋准备解决女人时，却惊讶地发现女人逃跑了。罗伊开始通过网络集结人手，很快一些支持者便浩浩荡荡来到罗伊的农场。现任妻子和2个女儿准备躲回娘家去。多罗西并没有跑远，在这里生活过多年，轻车熟路地偷偷摸进了房子内，屋里屋外都是罗伊的手下。多罗西在罗伊的卧室里找到了电话，拿起来就给丈夫韦恩拨了过去。可还没说2句，就被回屋取东西的现任抓到了。多罗西试图共情对方的感受进行侧翻，结果对方却毫不领情。多罗西瞅准机会打晕对方，抢了枪，从暗门来到楼下。这现任根本是来送武器的。接着多罗西又开启了小鬼当家模式，打开了燃气阀，溜出了屋子。罗伊的家俨然成了一个堡垒，一群民兵如临大敌一般忙着布置防守。罗伊一进门就发现了打开的燃气，并及时阻止了一场爆炸。他命令所有人在屋里搜索多罗西，却意外地在儿子盖特的衣柜里找到了一袋子钱，那是被抢劫回来的蘑菇头的佣金。英迪拉回到家里换衣服，却发现老公在家里偷腥，一时间怒不可遏地把这对狗男女赶了出去。他的婚姻算是走到了尽头。可他刚出门就发现自己的车被债务公司拖走了。英迪拉决定投靠洛林，把多罗西被前夫带走的消息告诉了洛林。洛林一直在寻找律师丹尼斯，可怎么都联系不上。正式加入洛林公司的英迪拉向洛林汇报，丹尼斯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在罗伊的农场。洛林拨通了罗伊竞选对手的电话，英迪拉拨通了法尔的电话，把消息透露给他，请他去设法营救多罗西。洛林的一通电话后，一队警车装甲车开向罗伊的农场。多罗西用现任的手机拨通了英迪拉的电话，婆婆洛林抢过电话。当得知律师丹尼斯已经死在罗伊的手里后，他一边给多罗西打气，一边告诉他援军即将到来。一通煽情，甚至把多罗西直接喊成女儿。多罗西感受到来自婆婆的支持和爱，热泪盈眶地决定活着逃出去。FBI、州警以及特别行动队浩浩荡荡地把农场大门围住，双方剑拔弩张。法尔赶到现场，英迪拉打来电话，把多罗西的手机号码给了法尔。
法尔向行动队长汇报了有人质的情况，并且在华哥梅姐的支持下，多罗西被排进了营救名单里。民兵队长也是罗伊的岳父，正在向罗伊表达不满。罗伊躲在农场里的样子让他感到恶心，他希望罗伊男人一点，直接发起一场推翻政权的起义。但罗伊只是关心大家是否需要点咖啡或者三明治。最终，罗伊骑上马出门见客。FBI 要求罗伊交出丹尼斯和多罗西，否则就要进去搜查。罗伊寸步不让，坚称这里是自己的土地，任何人都别想进去，同时威胁自己还有全副武装的援军赶到，奉劝对方速速离开，但遭到行动队长的拒绝。罗伊只能调转马头，准备硬扛。在双方决战之前，必须先把内鬼多罗西抓出来。罗伊马上安排手下去检查坟坑，自己去避难所检查，这两个地方是最可能躲藏的地方。罗伊在避难所找了一圈没找到人，一出门就碰上了压着盖特的蘑菇头来了。蘑菇头把盖特扔给罗伊，就消失在雾气中。罗伊看到儿子已经残废，毫不留情地丢下儿子，独自起身离去。果然，多罗西躲在坟坑里。正当罗伊的手下准备射杀多罗西的时候，蘑菇头忽然现身，一举搞定了罗伊的手下，救出了多罗西。他把枪递给多罗西，转身消失在雾气中。好的，7、8两集的剧情就讲到这里。看到这儿，感觉观赏性还是有的，只是已经非常幼稚了，很多情节都太戏剧或者说太喜剧化了，搞恶的成分已经超过了讲故事本身，就看个乐子吧，不必太过于纠结细节的话，也算得上一部爽片。好吧，这部剧就聊这么多了，还有1集就大结局了，估计最后1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也挺俗套的。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集见。